从陈家回到自己家，没一会林安国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看到儿子在楼下抽烟，他更是好奇。你不是戒了吗？高兴，况且都怀上了，抽一支没啥。真怀上了？见儿子点头，他双手一拍，连叫了几声好，这才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接过儿子递来的香烟点着。好啊，你这也要有孩子了？到时让我儿子跟他小叔或小姑一起上学。林浩的话有点绕，但林安国倒是听懂了，似乎脑海中想到了那个画面，再度咧嘴笑了起来。笑着笑着，他突然双手合十，无比虔诚地祈祷了起来。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悲愿红身寻声救苦，保佑我们一家人平平安。一边念叨了几遍，他突然宣布道：我要吃1个月的斋。林浩愕然，这老爹什么时候这么神神叨叨的了？那你酒不喝了？戒1个月吧，斋戒后我去一趟观音庙，给菩萨磕几个头去。林安国说的无比严肃，似乎这是很大的事一样。要不过完端午你再戒。这是哪能讨价还价？说着就要起身。对了，还得和老太太商量一下阿和的婚事。你这当大哥的也问问阿和还缺什么。知道了爹。阿雪呢？怎么没见着？林浩指了指楼上，犯困在楼上睡着了。多睡点好。林安国走到门口，又想起一事，回头严厉道：你这段时间老实点，不准让阿雪受了委屈。知道了爹，是我老婆，怀的是我儿子。原本已经迈脚出门的林安国突然又回身坐下。你咋知道就是儿子？阿浩，这事不能乱说，不然阿雪压力会很大的。儿子女儿都一样，你看淼淼多乖啊。不是我说是儿子，是我师傅早先算过的，还把孩子名字都起好了。林安国瞪大眼，随即再度咧嘴一笑。老神仙说的，那肯定没错了。说着起身，这次是真走了。结果没一会，夏蓉又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，估计是老爹经过大哥家说的，他直接上了楼，然后一直到晚饭点，两人才有说有笑的下来。临走时又叮嘱了一句林浩，这段时间不要欺负阿雪，不能让她生气。知道了。吴婶听说陈雪怀孕了，也开始传授经验，吃什么孩子聪明，还有不要吃长得丑的东西，七七八八又是一堆。到了晚上又叮嘱起林浩，提醒他这段时间最好分房睡，怕他晚上睡觉不老实压到阿雪的肚子。林浩嘻哈的应付了过去。这个时候老婆就要抱着好好安慰呢，分房睡怎么可能？晚上洗漱完后，林浩抱着陈雪，两世为人，他也没有担任过父亲这个角色呀，所以这会抱着手都不知该怎么放，生怕力气太大伤着。陈雪见他这样，好笑的道：哪有那么娇气？可不能不当回事，万一……说到这里，他自己连呸了好几声，然后在老婆的唇角一吻。谢谢你。陈雪突然被他搞得有些感动，身子扭动了一下，跟他贴得更紧了。这一番动作成功的把小阿浩唤了起来，他也感觉到了，伸手一攥。这是什么啊？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算了，现在不能动。陈雪的手活动得更加频繁。可怜的，这怕是要当好几个月的和尚了。要不你学阿和去市里找。哦对了，那个尹娜还在市里吧？还有蓉蓉吗？瞎说什么？你咋知道蓉蓉的？林浩愕然，他记得这事没和陈雪说过。你叫我给他发过信息，你忘了？说来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，我哥也是。我不是。陈雪想了想点头，侧身在他的唇上吻了一下。其实我嫂子已经知道了，好在我哥收心的快。好了，睡吧，别多愁善感了，我吗？你永远可以放心。陈雪好像就是故意的，不仅不让他睡，手上的动作再度加大，唇角还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别闹，再闹我可要加法伺候了。次日一早便是端午，一家人聚在一起。林安国来时还把严伟也带了过来。阿浩，过2天阿和结婚，你说我包多少合适？林平叼着烟问道。他把孩子交给老爹抱，这才腾出手来抽根烟。也就那么个意思，你包个2000就行了，咱的感情就不是在礼金上体现的。你呢？林浩摇头，我没打算包红包，到时酒席的钱，包括用酒都算我的吧。阿和跟我这么长时间，人家只当是我带着他发财，很少有人看到他帮了我多少。说到包红包，林浩又想起一事。对了，大哥，大姐肯定不会回来，当时大姐乔迁阿和随礼了，这次你帮大姐随个礼，我怕我忘了。都准备好了，你嫂子昨晚也说到这事了。两人正说着，就见淼淼挂着眼泪跑了过来。小叔，找我？不找了，马上吃饭。淼淼想吃什么？将小丫头一把抱起，她的快乐日子也差不多该结束，今年9月份就得上幼儿园了，镇上就有，而且还有校车早晚接送，收费1800多一学期，这年代也不算便宜了。肉，大肉。这小丫头口味有点重，喜欢吃肉，而且吃猪肉很喜欢吃肥的，纯瘦的她反而不怎么喜欢。不仅夏蓉有意控制，林浩也明说了，不能多吃，她一直就不瘦，怕小年纪身体各项指标超标，根基打歪就麻烦了。好在再过2年，这孩子每年都会跟师傅一段时间，相信现在就算有点差，到时师傅也会给他调理。1+1等于几？ 3。哈哈，淼淼就是聪明，可是你多掰了一个手指啊。
恰好夏蓉从厨房出来，听到他的回复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这么笨也不知随了谁，你哥3岁时以内加减都不用掰手指了。这倒是真的，阿远打小对数据就很敏感，学习更是没让家里操过任何心，这也是他为何总说以后会考得比林浩好的底气。林浩倒是无所谓，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。淼淼虽说以后学习不一定很好，但她嘴巴伶俐，而且特别有眼力劲。一家人吃饭，大家对严伟的称呼还是称呼姐，这倒不是他们张不开口，而是林安国说的。林安国是个有决心的，说不喝酒就不喝了。虽说今天他非常的高兴，但还是没沾一滴酒，而且菜也只吃素的。他打算斋戒1个月，然后去拜观音娘娘呢。明年这桌子又得多2个人。林平这句话顿时让林安国笑的眼都看不见了。下午的时间，林安国先带着严伟走了。夏蓉难得的给林平放了半天假，去吧，找人打会牌。林平如蒙大赦，赶忙窜到了阿和家，然后没一会牌局就在老罗家支了起来。端午过后就开始忙阿和婚事，毕竟平平已经有3个月了，再不结婚就显怀了。我看了阿和跟平平拍的照片，还蛮好看的。陈雪回家说道。林浩轻轻搂着她的腰，等孩子出生我们补拍，到时你想去哪我们就去哪。两人还真没拍结婚照，主要是那段时间林浩太忙了。等孩子出生后，我可要大展拳脚，到时就是陈总了。你有时间我还不定有呢。对，陈总，要不你先实习一下怎么奶孩子。又胡闹了。对了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们给公司起的名字。林浩接过陈雪递来的本子，本子上记着近期他们开会定的不少事，名字叫荣光时代文化创意有限公司。一看这名字明显就是下过功夫的，幸运没有叫荣雪萍、3姐妹、3妯娌公司啥的，别那么复杂。文化创意虽然听着更高大上，但也让人不明白你们的主营方向，就叫荣光时代电影道具有限公司就行。陈雪是个听话的，而且她对自己男人有100%的信任，特别是眼光这块，拿过本子当即就改了起来。改好之后，她将本子放下，主动问起：明天阿和结完婚，你是不是就要走了？也没那么快，估计还要几天时间。腻歪了一会，林浩本想着再好好安抚一下老婆，结果下边夏蓉一喊，陈雪顿时精神十足的下楼了。她瞅着没事，便来到了大哥家，看着大哥一人带着2孩子。阿浩，我咋感觉我更忙了呢？大哥别急，这是破晓前的黑暗，很快就好了。你丈母娘不愿意过来？来，下午就过来了。似乎想到下午就解放了，林平再度咧嘴笑了起来。熙熙攘攘中，也到了阿和结婚的正日子。阿和本来父系这块的亲戚就不多，而且不是特别亲的，在他父亲走了后也没怎么来往了。倒是母系这边，今天来了不少人，舅舅姨娘们全数到场。林浩的朋友老叶、老刘他们也都来了，连于法科也委托老秦送了一份礼过来，轰轰闹闹的忙了一天。林浩今天脸都快笑僵了，没办法，今天就指着他挑大梁呢。还好他比较鸡贼，再加上阿晨他们几个挡着，不然今天非被人灌趴下不可。晚上，阿和未来得及回家的亲友都安排进了村酒店入住，和上次林浩一样。热闹退潮，阿和跟平平进了新宅，老太太一个人留在了老宅。她面上带着笑，手在门上贴着的喜字上描着，描完之后又描窗户上的，一直到近深夜，她这才将傍晚留下的几盘菜端进了里屋，转身拿来1瓶酒，给每个牌位面前倒了一杯，又给自己面前倒了一杯。今天高兴，都陪我喝点，你们也该高兴。老徐家没有绝呀，阿和有老婆，马上又有孩子了，现在日子过得好着呢。你们那边一家3口不孤单，我暂时就不去陪你们了。前段时间我见着龙虎山的老神仙了，他说我能见着曾孙，多高兴呢。老太太说完，端起面前的小酒喝了一口，然后又将杯子倒满。孙子念不进书，老徐家就这一个孤苗，在村里也没帮衬着，我是宠着他，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呀。然后邻家小二回来了，阿和跟着他玩，当时小二喜欢胡闹，我也不知咋劝，因为阿和没人玩了。天后娘娘保佑啊，小二开窍了，带着阿和开始干正事。说到这里，老太太突然笑了起来，笑得有点久，把眼泪都笑了出来。这一干就把全村的人都比下去了，哈哈，现在村里谁还敢低瞧我们徐家？阿和走到哪儿都有人招呼着呢。想来你们也看到了，今天结婚多热闹，连京城的大老板都托人带了礼。一直到夜里1点多，老太太虽然高兴也没多喝，得保重身体抱重孙呢。隔了1日，阿和带着平平回门的那天，林浩接到了于法科的电话，两边已经达成了初步意向，游乐园前期筹备及这段时间的费用，作价5.3亿，只是暂时合同还没签。这个价格相当高了，
游乐园整体建下来大概需要2个亿左右，现在工期完成大半，投入大概在1个亿多点，当然没算地皮的钱，因为村服务公司是以地皮入股的。林浩明白自己差不多该离开了，他做着准备时，再度接到了林从军的电话，这次对方直接来到了林浩的家里。军哥发哥，今天又有事。正厅里，林浩一如上次一般，笑着给2人泡茶。阿浩，我就直接说了，游乐园旁边你有一片鱼排，我们打算买下来。林浩愕然，他还真没想到对方连他的鱼排都不放过。不过转念一想，也就释然了。对方既然要在淡水岛上寻宝，自然不会允许旁边有个鱼排来监督自己的一切动作。他端起杯品了一口茶，并没有开口表态。林从军2兄弟对视一眼，这次林有发开的口：阿浩，我们也打听和估算了一下，你那个鱼排造价大概3000万左右，这次也放了鱼苗，大概花费了近1000万。如果你同意，我们就溢价5成，6000万买下来。你也知道，就算你网箱里的鱼长起来，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利润空间。林从军接着补充：阿浩，网箱养鱼风险无处不在，我可不是咒什么，这方面你比我们有经验，想来更有体会些。林浩微微点头，确实有风险，一场台风可能就是血本无归。听他如此说，2兄弟面上一喜，但林浩话锋一转：不过我没打算卖，你们也知道，我很看重养殖这块。阿浩，价格可以再商量一。军哥，不用说了。2人见他态度坚决，面上倒没有太多的悻悻之色，起身告辞。看着2人离开，林浩眼神微眯了起来。陈雪从楼上下来：没事吧？没事，阿雪，我明天就走，我让嫂子把小阿明带过来，就在这边陪着你，家里人多点，我也放心。我嫂子也说过来住2天呢。林浩出国的东西已经安排好了，他原本就打算明天离开，但第2天清早，他却被一个电话打乱了节奏。电话是淡水岛通过卫星电话打过来的，说昨晚数十个网箱遭到了破坏，鱼全部跑了。林浩接到电话时，并没有过于愤怒，他明白这是林从军找人干的，或者说是受了某人的指使干的。他不得不暂时取消行程，开着船再度来到淡水岛。陈家红和夏代新2人个个如丧考妣，见到他羞愧地低下了头。阿浩，我昨晚没听到动静啊。陈家红说完，再度低下了头。阿浩信任自己，把这么重要的家业交到自己的手上，结果这才没几个月，就闯下这么大的篓子，1000多万的鱼就这么打了水漂，自己怎么赔呀？林浩看向夏代新，他是夏守柱的叔叔，夏蓉的堂叔。我早上带着饲料来，刚开始也没注意到，到了6点左右，我就感觉网箱咋这么安静，我意识到有问题，就撒了把饲料进网箱，居然没有鱼抢食。林浩点点头，看着旁边已经被拉起了一个网箱，只见在底部有一个很大的开口。阿浩，这是人为割破的，不像是海里的东西导弹。陈家红道。林浩验证了心中的猜想，面上浮现了笑意，掏出香烟给2人各打了1支，又安抚起陈家红：陈叔，这事不能怪你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咋不怪我呢？我是负责看守的。林浩再度一笑，负责看守也不可能一天到晚泡水里看着，真有人潜下水搞事，自然没办法第一时间发现。他的目光又在四周看了一眼，最终把目光落在了淡水岛上。要说能办成此事的，要不开船到近前，但这样的话被发现的风险不小。最便捷和稳妥的方法，那就是淡水岛上的人出手。看来岛上已经有他们渗透的人了呀。林浩不想化身福尔摩斯去抽丝剥茧的破案，他只要认定元凶是谁就够了。2位叔叔，先别急着回村，下午或许有警察过来了解情况，到时你们如实说就行。这次林浩来得及，也没有叫大哥跟阿和，这回离开也就他一人。开着船的他没有第一时间离开，而是又往南开了一段。这么多鱼苗放归大海，他通过系统搜索功能发现南边就有，至于是不是自家的鱼苗，他还是想来看一眼的。其实也看不着，要是不进网的话，他还能打一网瞧瞧，但进网鱼在水里能看到啥，纯粹就是求个心理慰藉。结果过来后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欣喜不已，因为他看到了胡子，而且头上还有来福。7只胡子并没有聚群，而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包围圈，像是在不停地驱赶着什么。恰在此时，来福稳稳地落到了船头，偏着头，喉咙里出发几声咕咕的嘶鸣。林浩一听再度大喜，原来胡子和来福他们许久没看到他，也很想念，知道他会经常来这里，所以夜间就往这边游动，恰好碰到大片的鱼群。胡子就想着拿这个当礼物送给林浩，所以便将鱼群驱赶到了一起围了起来。胡子他们负责实施，空中的来福负责侦察指挥，顺便眺望着看林浩来了没有。要说动物也有第六感的，胡子他们就能感知到他今天会来这里，这下正好碰着了。胡子，别让鱼群散了，给我先围着，我去叫人。林浩心情大好，消失的鱼苗这不又回来了吗？对着大虎的方向呐喊了一声，得到大虎的回应，他这才驾着船开足马力往淡水岛上跑去。来到岛上，找到刚开工的老秦，顿时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阵骂，
边骂边往办公室走去。到了办公室又大骂了2声，看了一眼外间没人，他这才向老秦道歉。咱这边应该也有他们的人。老秦，刚刚对不起，我就是做样子。老秦刚被骂得有点猛，这会恍然，小心的道：阿浩，我也听说了，网箱那边损失不少，你也别太急。老秦，你帮我放个风，我要打2个电话。老秦应了一声，便走出办公室。林浩拿起卫星电话，想了想，先拨给了老猫。猫哥，现在有时间吗？你上次说你们那边金钟村有人网箱要出手，你们谈的怎么样了？因为80万还僵持着。你这样，现在联系对方，告诉他上午就要用80万印下来，要是上午腾不出来，那就算了。阿浩，他家的鱼都卖完了，网箱本就空着，肯定同意，等于说多送了80万给他们呢。听我的，抓紧联系，我10分钟后拨给你。到了10分钟，他再度拨过去时，老猫确定上午就能用，这让林浩大喜，至少那些鱼苗暂时有地方可以放了。让胡子们看着，也只能看一时，不可能太长时间的。咦，以后可以没事把鱼群放出来，让胡子带着他们在野生环境中溜溜，这样想来养殖出来的鱼口感会更好。毛哥，你叫上柱子，我会给我哥跟阿和打电话，你们一起到鱼排等我。挂了电话，他又打电话给林婷跟阿和，让2人跟着老猫一起过去。这几人都知道胡子的神奇之处，而且口风都很严，所以不会有事的。电话打完，出了办公室，他就骂骂咧咧的走了，让路过的人都有点愕然。这位爷每次来都笑呵呵的，性格很好，今天这是咋了？吃了枪药？林浩回到船上，先撸了2把来福，这才开船向胡子他们靠过去。现在听我指挥，来福你负责侦查，注意前方有没有船只，咱好提前绕道。胡子只有7只，赶这么大一个鱼群本就有点力不从心，万一赶的过程中再有其他船只闯入，特别是那种大型的货轮，那鱼群必然会被冲散。一旦冲散，再想聚到一起，胡子们就算再牛也没法做到了。来福嘶鸣一声，双脚一蹬船头，然后飞了起来。林浩指了指方向，这才对着胡子们喊道：孩儿们，跟我走，咱抓唐僧去。随即哈哈大笑起来，鱼苗失而复得，他自是高兴。整个过程很慢，毕竟有那么一大群鱼要赶，胡子们也不敢掉以轻心，所以原本只要1个多小时的航程，愣是从上午8点多一直行驶到下午近2点。然而事情远没有林浩想的这么简单，把鱼赶过来容易，但要把他们赶入网箱中可就千难万难了。胡子毕竟只有7只，且网箱位置太小，他们也不敢靠得太近。突然，小虎一声尖叫，猛地往南游去。林浩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对着喊了一声：你就1个人？阿呸，一只虎，一定要小心一点。阿浩，怎么回事？老猫看着眼前的情况，有些莫名其妙。我那边的网箱被人破坏了，我让胡子帮忙把鱼苗赶到了这里。对于胡子能这么听话，老猫他们早就见怪不怪了，也没啥可惊奇的，倒是对破坏网箱这事大骂了起来。小虎这一去又是3个来小时，当他再度回来时，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，他后边跟着黑压压的一片，隔远了看就像是山体的倒影。林浩眼尖，已经看到了领头的大壮，没错，小虎还挺精明，知道凭他们几只是没法把鱼苗赶入网箱的，所以就去搬救兵了。而他找的救兵就是龟群，数以千计的大小海龟排成一排排的。再见老朋友，林浩也是大喜。大壮，快点来帮忙。大壮抬起小脑袋看了一眼林浩，然后依旧是慢悠悠的游着。很快龟群冲入胡子拦着的鱼群之中，然后开始成排的切割鱼群。而林浩这会已经跳下水，将网箱的一端下沉入水中，等到大壮他们赶得差不多，他才将一个网箱升起，如此反复，说快时慢，一直忙到天色入黑，才将鱼群分割弄完。这一会大家都已经累得精疲力尽，林浩稍好一些，对着龟群和胡子们道：我明天下午会去淡水岛，你们在那等我，今天太晚了，我要回家了，你们也歇着吧。胡子应声最快，发出一声长鸣，然后缓缓地向南游去。小虎在走之前还顶了一下大壮，把他顶得像个陀螺一样转了不少圈，这才发出一声欢快的尖叫，跟着胡子群离开。小虎，你再欺负大壮，下次见到我会赏你一个，不对，我让大虎赏你一个大逼斗。说到一半，林浩意识到这是个病句，就算自己再强横，就算小虎还是个金鱼宝宝，在水里他也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。似乎听懂了他的话，小虎居然表现得很兴奋，又欢呼了好几声。林浩又对着大壮摆了摆手，他也带着自己的大军缓缓离开了。来福不用招呼，人家长翅膀的，想走随时能走。让大哥他们先回去，提醒他们一定要保密。林浩又回到了淡水岛，带着陈夏2人来到新的鱼排，也懒得解释这里的鱼哪来的，告诉他们按之前那样正常喂着就行。他回到家时已经到了深夜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又打了电话给钟哥报警，上午的时间带着钟哥去了鱼排。阿浩，这个可能需要点时间。钟哥，我不指望短期会有结果，只希望你们能立案就行了。钟哥暗松一口气，那肯定是得立案的，毕竟是损失几千万的大案子。中午才回到家，钟哥没留下吃饭就走了。你中午是会吧？明天还得赶飞机。陈雪有些心疼的道，
昨晚回来都近2点了，一早又起来了。明天不一定能走，先看看再说。本以为林从军他们会撑个1-2天才过来，没成想他们比林浩预想的更沉不住气。阿浩，鱼排那边我们是诚心的。林从军这次说话比上次好像更有底气了些。至于底气来自哪，林浩心里当然清楚着。他笑看着两人，我的鱼排被人破坏，军哥发哥，不会是你们安排人干的吧？林从军假意一怔，随意问道：鱼排被破坏，这从何说起？我们不知道啊。鱼排怎么了？林有发也明知故问道。林浩表现得很愤怒，将鱼排被人破坏、鱼苗全跑了的事给说了。两人表现得极为震惊。林从军长叹一声：你看这是真凑巧，要是碰到扯歪理的人，说不定还真以为是我们干的呢。阿浩，你该不会这么想吧？咱一个村的，自然不会用这种下作的手段。我也这么想的，就算军哥跟发哥要干，也不会选在这个时候，得多蠢啊！林从军下意识的点头，随即又觉得这话有毛病。阿浩，我们连这个想法都不会有。林有发岔开话题：阿浩，这是我们真不知情，要不我们谈谈之前的提议。妈的，鱼苗都跑没了，还要鱼排干啥？林浩的话让两人面上一喜，不过下一刻又见林浩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。军哥，能说说你们到底在帮谁做事吗？哪有帮谁，就想着村子有商机，我和你发哥也有为村子贡献的心。1个亿，鱼排要的话就拿去，我不会开第二口价。恰在此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他接通之后听了片刻，随即就是一阵大声的咆哮：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我说过筛洗机就是命，你们还把它用坏了，还2个一起坏了，我看我去了，怎么收拾你们一群没用的玩意？发了一通火，挂了电话的林浩又对着吴婶喊道：婶子，帮我收拾几身衣服，我要出一趟国。坐下后喝了一杯茶，平复了情绪，这才对林从军道：我明天要出国，你们要的话就抓紧，不要就算了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随即点头：行，就按你说的1个亿，稍后签合同，下午前就能到账。妈的，要低了！林浩心中暗骂了一声，但这回也没法再还口。林从军他们动作很快，真在1个小时之内就拿着合同过来了。这边合同一签，那边款就到了林浩的账上。送走两人之后，林浩长舒一口气，其实也没赚多少，几千万而已。弄完已经3点多，他又马不停蹄地开船出海，跟胡子和大壮他们约好的，今天下午去见一面。他可不能失信，在海上一直飘到8点多，他这才回了家。到家吃完饭没一会，林安国来了，父子俩聊了有近2个小时。爹，我出国之后应该没几天就有人找上门，到时你不能一口答应，推脱这事要等我回来，等到阿珂出面之后，看在阿珂的情谊上，你才勉强答应下来。不过出于对村子的负责，你得提2个条件，一个是……那你这次得去多久？林浩想了一下，大概20天左右，家里的事我都安排了，这出戏你一定要帮我演好。放心吧。此刻远在京城的于伐科也在接见朋友。于军，我刚得到通知，林浩应该明天就能离开，不得不说跟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。男人说着还起身微微鞠了一躬。这件事是绕不开阿浩的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离开，刚好他在加拿大的淘金团队中有我的2个人，为了你，我连朋友都出卖了。东田先生，我的牺牲是很大的。于军的付出我们会记在心里，损失了与林浩的友谊，但我们的友谊会永远长青的。于伐科淡淡一笑，但愿如东田先生所说。林浩折腾了近3天，才到了御空地区，现在已经是6月末，所谓的机器故障自然是假的。他到的时候，淘金基地一切运转正常，大家都在全力的打工。按照这里的气候，今天也就还剩下不足50天的淘金时间了。阿浩来了，老板来了，小师弟来了。每个人的称呼各有不同，林浩皆是笑呵呵的应着，看向吴兴：吴叔，您怎么还没回去？我打了电话回家，家里一切都好，那我回去也没事，在这多少还能帮点忙。林浩到了声谢，又看向老朱：朱叔辛苦了。这话说的，我算是最清闲的了，走，带你去看看这1个多月的成果。林浩说了声不急，然后到淘洗场转了一圈。二师兄刘金虽说是负责分离黄金的，但没事时他也会在淘洗场帮忙，这会正开着挖掘机给淘洗机输送土料呢。金哥还习惯吗？习惯，好着呢，来抽根烟。见他从口袋掏出香烟，林浩愕然，几个师兄都不抽烟的呀。他笑着接过，刚学的。嗨，被你生哥训过好几回了。林浩哈哈大笑，大师兄王家生是个仁厚的性子，自然见不得刚出龙虎山的师弟就这么堕落了。从淘洗场回来，他又来到放旧设备的地方。江斌这会儿一身污渍的在那发呆呢。斌哥咋了？江斌愕然扭头，随即笑道：阿浩刚到，这边的旧设备不少，特别是卡车，我没事就拆点，把有用的零件留下来，现在拆的有点多，我正想着是不是自己动手攒1台车出来。林浩一竖大拇指：斌哥威武，你也别把自己绷得太紧，想家没有？听得此话，江斌再度咧嘴一笑，说不想那是假的，但也没多少时间想。阿浩，我听乔伊说，
这边最多还能干1个多月，这每年的工作时间也太短了。没办法呀，天气就这样。跟江兵聊了一会，他这才回到基地。这2天乔伊不在，去旧金山处理自己的琐事去了。你走时总共有80多公斤的黄金，这1个来月我们停机了2次，第一次16天是2044盎司，第二次19天是2663盎司。目前我们合计收入是7670盎司，换算一下就是217.44公斤。老朱掏出一个记事本，上面详细记录着每一次称量的结果。林浩确认过后，便在上面签了字。朱叔，大概还有45天，你估计还能产多少黄金？老朱显然早就有合计，没怎么犹豫就回道：如果设备一切正常，我们至少还能收获6000盎司，也就是170公斤。今年1年，咱总收入不定能到400公斤。林浩在心底默算，1克黄金20美刀，400公斤也就只有800万美刀，去除成本和给大家的工资提成，自己还能落下400多万就不错了。说实话，真的有点低，但若是把这部分黄金存起来，再过个几年出手，那价格自然就不同了。他现在是缺钱，但不缺这点小钱，所以卖不卖还真的无所谓。跟老朱又聊了一会，他就开始着手给大家做饭。饭后，他找到了老朋友凯恩。欢迎回来。在凯恩的陪同下，他转了对方的料场，相较自己的料场要小不少，总共也就6个人在忙碌。凯恩，你这1年能忙碌多少黄金？差不多1800盎司左右。凯恩显然对这个成绩很自傲，毕竟他们只有6个人，1台淘洗机。林浩不置可否，说极了这次来此的目的。我想要把我的金沙变成金砖，你有门路吗？这个简单，丹阳乌市就有，离这里大概400公里，我可以帮你联系。林浩挠了挠头，妈的，育空地区就这点不好，动不动就是几百公里荒无人烟，所以最近的城市都在几百公里之外。想想也正常，加拿大的面积比国内还要大，但整个国家只有3-4千万人，比国内的一个省份都少。那我若是要一些铜锭，能想办法解决吗？要那个干什么？我有自己的用途，就想知道这个能不能搞得到。太简单了，你要多少铜锭，交给我来搞定就行。太谢谢你了，我大概需要1吨的样子。又跟凯恩聊了几句，林浩又回到自己的矿场，在矿场里待了2天后，等到乔伊过来，2人又开着车回了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。你一个亿万富豪，不买一架直升机就算了，咱就不能雇佣一架吗？全身都快颠散架了，乔伊那是相当的不满。废话，我算了一下，1年也就300-400万的利润，再雇几次直升机，毛都没了。乔伊那个郁闷啊，老板，我淘金最好的1年才赚了60万刀。你能和我比，你要和我一样，也不用现在在我后边打工了。跟老外说话不用婉转，你谦虚他们会当真的。这话让乔伊更郁闷，但他又无力反驳。到了安克雷奇，林浩就用不上他了，把他丢在酒店，独自一人去找肯特聊天去了。找老肯特要谈2件事，一件自然是渔业公司扩展的事，这倒不算是他上杆子，在国内时老肯特已经去了2个电话催促了。其二嘛，他要想办法通过老肯特把黄金给运出去，毕竟不管是美国还是加拿大，对黄金的出境都是有限制的，少量的还行，大量的肯定搞不定。倒是对铜的出境没有明确的限制。其实他可以找韩顺平，毕竟韩叔在加拿大这边也有很大的影响力，但这是势必会让韩叔很劳心，所以他想着能不能跟肯特聊聊，自己哪怕多花点钱也无所谓。如果你真如此做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走私。这是老肯特听完之后给出的办法。7月2日，星期五，事情眼瞅着尘埃落定，五条真三也不再隐藏自己，他出现在了京城于氏的办公楼内。半个小时后，他和于伐科签完合同。于先生，谢谢你的配合。于伐科耸了耸肩，我看中的是利益。对了，我提醒一下你们，我和村里签的协议部分条款你们还是要执行的。放心，我们会的。五条真三正打算告辞，随即又回头问道：我想请问一下，林浩还要多长时间回来？怎么了？你们怕他回来阻挠？不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他气急败坏的样子。五条真三露出一丝嘲弄的笑意道。于伐科双眼微眯，不得不说，五条真三，你真是个混蛋。谢谢，我把这句话当成于先生对我的赞美。五条真三走后，于伐科面上的愤怒一闪即逝，一旁始终不发一言的小曾欲言又止。于伐科看了他一眼，把我真当成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出卖朋友的人了。怎么会？于总这样做肯定有自己的原因。等阿浩回来你就知道了。事情还没完全成功，所以远没有到揭盖子的时候。因为于伐科签了合同，所以叶晨流3人也没有再坚持。早先他们3人一共占了20%的股份，一起掏了2600万。现在嘛，转让的协议一签，到账就是 1.06 亿。老叶一人占10%，分得5300万，等于说净赚4000万，而其他2人也各赚了2000万。等到人一走，3人开了瓶好酒，就在老叶的办公室庆祝了起来。这啥事没干，就赚了近3倍的利润，爽啊！老叶抿了一口白酒，大吼了一声。老陈和老刘都赚钱了，自然也高兴。
这钱我得留着。阿浩不是要搞那个投资公司吗？这下更有底气了。老叶点头，我就说吧，阿浩不会亏待朋友的，这是办的，莫名其妙就赚了4000万。老刘想了想，咱要不要给阿浩留一份？毕竟游乐园阿浩可是一分股份都没有，这次帮着谋划，等于说他1毛钱也分不到。老叶一怔，随即摆手，可别，阿浩不是这样的人，这点钱人家也不定看得上，就算看得上，他会要咱的利润吗？老叶说的在理，情义在心中，咱不忘就行。真拿钱出来，反而性质就变了。三人心情大好，再度碰了一下杯。那个游乐场和我们没关系了。老刘放下杯，又问了一句。在线安静了一会，老叶看了看四周，这才压低声道：“我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，阿浩肯定还有后手。我们呢，一人留点钱放那，万一哪天阿浩让我们拿出来，我们也能及时再入手。”对，阿浩咋又出国了呢？还去了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我们想联系也联系不上。不都说资本主义国家很发达吗？怎么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呢？2天后的村里，林从军和林有发众星捧月的陪着5条真三来到了村部。林安国看到众人到来，也没多少惊讶之色，对着林从军道：“从军，你说今天有啥事要谈啊？等你老半天了，抓紧谈完，我还要去养殖场看看呢。”主任，今天可是大好事来着。然后一指站在中间的年轻人：“这位是5条先生，可是国际友人，日本来的。”哦，原来是小日本啊，怪不得一眼瞅着就想抽呢。看门的老唐看似是嘀咕了一声，只是嘀咕的声音有点大，旁边林从军听得清楚，脸顿时黑了下来。林安国板着脸训斥了一句：“你瞎说什么大实话？就你多嘴，没看到来人了吗？去问问老张家，今天有什么卤下水，多一点来，中午招待客人。”林从军面上更黑，正想说点什么，被5条真三给拦住了。他倒是看似好脾气，被人阴阳了一点不生气，含笑看着林安国：“林先生，今天来我们是为了收购村里所握的游乐园的股份。”林安国愣了愣：“等一下，暂时不用剁下水了，这位朋友好像是吃饱了来的。”主任，咱是不是进里面坐下细谈？林安国点头，将人迎了进里面，他自己先大马金刀的坐下了，压根没有倒茶的意思。我儿子去国外了，走之前他就说过这事，我就2个字，免谈。林从军面上含笑：“主任，这可是村里的股份，要不开个会，听听大家伙的意思。”林安国冷笑了一声：“别拿村民来压我，我说不卖就不卖。”主任，你要是忙的话，我可以帮着村里来做个名义。林从军的话还没说完，5条真三再度一拦，起身对着林安国微微一躬：“还请林先生好好考虑，这会就不打扰了，明天我会再来。”几人走了之后，林安国连送都没送，没一会老张走了进来：“大国到底什么个情况？”哎，我看这股份是保不住喽，明天我再不同意，他们肯定会满村子宣扬，到时村民也会逼着咱俩签字的。老张也跟着叹了口气：“都是目光短浅的，就看到眼面前的钱，这也不能怪他们。行了，不说这个，你真做决定了？”“不过小广回来后，总得走个流程吧？”“流程肯定的走，但会计这个岗位本来就不用选举，是由村委直接任命的，到时我跟几个生产队长通个气就行了。”要说现在林安国在村里的影响力可是超过了之前的林中和，原因很简单，大家相信他不会贪墨，谁在这个岗位能保证一定做到这一点。第2天差不多的时间，林从军他们又过来了，这次一起来的还有语法科的助理小曾。小曾，你怎么跟着一起来了？林安国假作吃惊的问道。林叔，于总让我给您说一声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咱就别为难外国友人了，况且这个价格出手，咱也吃不了太大的亏。林安国长长的叹了口气：“小鱼也真是的，自己卖就卖了，还给我出难题。”看向5条真三，他轻哼一声：“卖可以，但我有几个条件，如果你们不答应，我不仅不卖，还能让你们的游乐园开不了工。”“你说，如果合理，我肯定答应。”5条真三痛快的回道。林安国也就在现场把自己的条件给说了，5条真三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下来，合同加了附加的条款，1天之内就签完了。5条真三拿下了游乐园的100%所有权，包括那个鱼排，总共花了6个多亿。但通过5条合数的日记来看，只要找到宝藏，这笔买卖就是千值万值，毕竟几个亿美刀呢，那可是几十亿的 RMB。5条军，事情已经办妥了。林从军小声说了一句：“你们的好处不是已经拿到了吗？”林家2兄弟一怔，拿到什么好处了？林浩的那个鱼排不是过户在你们的名下，那可是一个亿买下来的，给你们，你们不会吃亏吧？林从军本能的想说，自己又不搞养殖，要鱼排干啥？就算你不给现金，那也得给点方便啊，毕竟2人都是做进出口贸易的，在贸易予以一定的方便也挺好。倒是林有发赶忙应声：“谢谢5条军。”5条临走之前对2人道：“那个鱼排3个月之内
我不准有人靠近，包括你们2个。3个月后随你们处置。送走5条真三，林从军有些恼火道：阿发，我们要那个鱼牌干啥？别说你要养鱼。阿军，其实那个鱼牌的价值也不低了，怎么说也值个1、2千万。过几个月，我们再跟林浩谈谈，便宜点卖给他。那还不得被他压价压死？哎，要是能卖给别人就好了。林有发摇了摇头：别想了，林浩的补充条款可是明说了，不得再转让出售，要卖的话只能是卖给他。而此刻的5条真三也第一时间叫来了许清，通知目前的施工人员，就说图纸这块我们要调整一下，暂缓1个月施工，给他们发一点补助，暂时都回去歇着。许清应了一声，又提出了异议。5条军，村里可是要求我们8个月之内完成1期工程，能达到接待游客的标准，这么拖的话，5条微微一笑，还真把我们当成搞旅游的了。按我说的来，等到我们的目的达成，到时再以低价卖给于法科就是。对于走私，林浩一直认为是件很冒险的事，但从肯特的口中说来，好像并没有那么复杂。肯特给了2条线，一是从内克通过白令海转到太平洋，这条线多少带着点风险；其二就是通过陆路想办法进入墨西哥，只要金子到了墨西哥，那就想到哪就能到哪，甚至花点小钱还能买通墨西哥官方的海关，给予正规的出关文件。听到这里，林浩心动了，他必须要有正规的出关文件，不然到国内没法报关的。不过要走陆路的话，肯特就帮不上什么忙了，他让林浩自己找渠道。林浩不得已之下，只得联系韩顺平，对方一点推辞都没有，直接让他弄好之后，把这事交给阮成就行。这次来这边，一是为了躲国内的事，其二就是安排黄金怎么出去，2件事都安排好了。又得知国内已经尘埃落定，他也没必要再待在这里。回到基地，在这边又耗了2日，在老朱和老吴的催促下，他只得提前回国。到了京城，这次是于法科亲自来接的机。阿浩，咱兄弟又在京城成功会师了，一边去，别跟我来这一套。嘿，就不能给你压一点好脸色？于法科不爽的道。别你压的，中午吃什么？好饿，要不我们去玉叔家吃吧？玉叔就是2人经常去的那家湘菜馆子，店铺不大，味道一绝。走吧，看你帮我赚了钱的份上，这一顿我请。上车之后，于法科先打了个电话过去，把菜点好，顺便让对方留个包厢。挂了电话，2人这才闲聊起来。淘金那边怎么样？哎，我都有些后悔了，没啥搞头，1年忙死忙活的，也才300-400万美刀的利润。阿浩，你这番话很欠抽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要不要飞机了？于法科顿时变成贱人，一脸的狗腿相。咱兄弟之间，你说这个干嘛？你看我堂堂一个身家1万的大老板，都亲自开车来机场接你了。林浩满意的轻哼一声，表现还行，晚上咱听相声去。咱这个年龄应该是喝酒泡吧，然后找2个精神小妹成宿的谈人生谈理想。你就说你去不去吧？去。阿珂，我老婆怀孕了，我很快要当爸爸了。哟，那可是大好事，倒是我可是干爹。儿子就认吧，女儿还是算了，有我这么一个爹就够了。随意聊着，很快便到了湘菜馆。进入包厢，等着菜上齐，于法科开了一瓶酒，喝点。我打了电话给小曾，他等下过来帮我们开车。林浩没啥酒瘾，要是平时他也不怎么爱好，但若是又累又饿的时候，他反而会想到来一杯。这回就很饿，所以闻到白酒的味很香，各倒了一杯。林浩先挑了剁椒鱼头的鱼脸吃了，这块肉最嫩。阿浩，前边的布局完成了，后边你是怎么安排的？不是加了附加条款吗？8个月他们1期工程完不成，产权将由村部回收，到时你出个300-500万，再把原先的股份买回去就行。于法科喝了一杯，这才说出自己的担心。要是他们真的全力施工，安心的开发水上乐园，咱又能怎么办？林浩双眼微眯，语气平淡。我赌他们不会，当然，就算他们最终这么做，我也有办法让他们在8个月内完不成。哎，就是这一弄，我们又耽误了8个月时间。5个亿换8个月时间，怎么算我们都不亏的。等到接手再见，我们就是零成本运作了。说到这里，于法科突然看了眼门。他们到底为什么非要游乐园？这个底林浩一直没透，于法科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理解。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岛上有宝藏。于法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林浩。空穴来风就丢5个亿，他们肯定不是笨蛋，真有。林浩没有回复，于法科恍然，已经有了答案。阿浩，这次你劳心劳力，我呢也赚了一些，咱兄弟之间，我就不和你算了。我正在寻摸这好一点的别墅，到时给你买一套。要不给我买个4合院吧？滚，那玩意太贵了，想得美。对于于法科赠送的别墅，林浩没有拒绝，虽说他欠对方的更多，但那些是要还的。饭后，小曾赶来开车，先带着林浩到了酒店，接着便又去了德云社。比较可惜的是，今天没看到小黑胖子。
他应该是到外地演出去了。回程的飞机上，他还在算账呢，自己账上目前又有近2亿的资金了，接下来做什么呢？问问张一鸣，看看这货有没有独立创业的打算。算了，还是不要拔苗助长了。这次没有打电话让人来接，到了省城直接坐班车到了市里，再从市里坐班车到镇。原本中午下的飞机，这一折腾直到傍晚他才到了镇上。来到收购站，这次怎么这么快？在那边待着也没啥事，我这就早点回来了。大狗那边暂时还没动静，前2天还来问过我。先缓缓，不急。林浩把杯中的茶水喝完，拎起自己的箱子起身。东哥，给大狗再拿10万块钱，这条线我就不参与了。放心吧，都安排好了，晚上不在这吃饭。不吃了，我这就回家。我送你。不用，你忙吧，我在路口拦一辆3轮车就行。晚上得知他回来了，不仅林安国过来，林平跟阿和也都过来打了个招呼。几个大男人坐一块开始了腾云吐雾，陈雪只能是退避三舍。吴婶子给他们上了一盘子水果后，也回到了自己屋。明天一早到村部一趟，有些事要和你商量一下。有林平跟阿和在场，林安国也没说具体的事，林浩大概也能猜到一点，便应了一声，扭头看向阿和。这几天忙啥呢？刚从阿炳那边回来，我跟平平到舅舅家住了3、4天。林浩的目光又看向大哥，后者这几天显然小日子过得不错。我没事就跟着猫哥他们去鱼排看看，又把家里的菜地给翻了。林浩也向3人说及自己在加拿大的情况，没聊及啥具体的事。差不多10点多，3人起身要走。林安国落后几步，本以为他要说村里的事，却听他道：阿和老娘也走了，他舅舅那门亲还维护着呢。你这边也抽时间去一趟你舅舅家吧。你姥姥不在了，姥爷还活着呢。你不怕我挨揍啊？林浩苦笑，其实这也在他的计划之中，只是一直下不定决心。阿娘并非是本地人，他老子年轻时就不安分，到处东奔西跑的，不知怎么就把阿娘给拐到手了。当时阿娘那一门就不同意姑娘嫁得太远，但木已成舟，只能这样了。林浩有2个舅舅，也都来过这边。当时的林安国很不靠谱，这让那边一直对他不满，直到阿娘过世，积压的怨气彻底爆发。过后林安国又去过一次，倒是被打了一顿，就连林平去也没给好脸色。显然那边气得压根不想承认这门亲了，这也是为何这几年两边丝毫没有走动的原因。你去不会，打小你二舅还是很喜欢你的，带着阿雪一起去吧，新人总得见见亲戚的。林安国说完便走了，没一会上楼洗漱后，躺在床上抱着陈雪。老婆，过段时间我们去一趟舅舅家吧。陈雪一怔，很想问你有舅舅啊，但又觉得不合适。在哪儿？隔壁市，有点远的。我怎么从没听你提过？阿娘走了后，舅舅那边有些不痛快，这几年没有走动，但毕竟是亲娘舅，老爷还在世呢，得去看看。哎，那就去。次日上午9点多，林浩这才晃悠着往村部走，结果刚到村中间，就碰到了林从军。对方没想到林浩回来了，正想着怎么打招呼呢，却见林浩笑着道：“军哥，这是要忙什么呢？”没什么。阿浩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那个游乐园的事，昨晚我爹和我说了，都已经卖了，就别说了。林浩依旧是笑着，好像从他的面上看不到丝毫的愤怒。见他离开，林从军挠了挠头：“不应该啊，之前那般阻挠，这回不应该很不爽才对吗？搞不懂。”合同签了，钱已经到账，林浩也没必要再演戏了，让5条真3他们慢慢找吧。他迈步走了没多远，突然又转身回来了。林从军摆好架势，如临大敌：“军哥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那天给我们倒酒的是日本友人啊，叫5条真3是吧？你看这是办的，你们也不说清楚，怠慢了客人。我和他叔叔老5条也有几面之缘呢。”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猜，哈哈。哦，对了，军哥，我在找林海，想和他谈点小生意，你们是本家兄弟，如果见着记得跟他说一声，我找他。最后我找他3个字虽是笑着说的，但咬得有些重。林从军心中一紧，面上的笑容也变得有些牵强。我跟他也没怎么联系，还没你和他熟呢，呵呵。林浩笑了笑，接着往村部走，而林从军见其走远，也加快脚步回了家。他不明白林浩到底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，这会要和林有发商量一下，不行就让林海滚出去躲一段时间。林浩之所以说这些，就是让林从军他们自乱阵脚。至于说对方有啥补救措施，他一点也不担心。来到村部，老张也在，3人坐定之后，林安国当先开口：“村里进账了将近8000万，这笔钱商量一下怎么弄吧。”说罢，他和老张的目光都投向了林浩。报备了吗？这笔进账肯定要报备的，但一般是不需要上交的。但毕竟这笔钱等于是土地转让金，转让了淡水岛，而且金额不小，具体的还要看县市一级的态度。这次出售县市一级也没说什么，毕竟京城的资本说出来还是没有外资好听。报备了，县里的意思是接下来对村里的拨款可能会终止，由村委自行填补，至于其他的倒没说什么。那接下来咱这边的建设还要多少钱？这也说不准，我跟会计粗略算了算，1000多万肯定是够了。宁可多留点总比不够强，
我觉得吧，留个一半的资金在村委的账上，剩下的钱分了。分了。林安国和老张异口同声的惊诧道：“不分干嘛？这是村集体的创收，等于说全体村民都有份。不过先要把当时买入村服务公司股份的人分了，接着再按人头算一下每人分多少钱。”说到这里，林浩犹豫了一下，至于我的那份，给一半吧，剩下的一半就当我捐给村里了，看看能弄点什么。村服务公司，他和林安国占的股份最多，他个人就占25%了。就算是分8000万的一半，他个人就能分1000万了。虽说是自己应得的，但也架不住村中那些心理不平衡的人乱嚼舌根子。要是之前林浩肯定是一分不让和他们做斗争，但现在自己的情况就没那个必要了。得了一半，捐出一半，这样也不会有谁再啰嗦。老张很看好村服务公司，奈何当时没多少钱，所以跟老罗一样，各买了3%的股份。听林浩说要分钱，这回也不禁心头火热起来。4000万啊，3%那就是120万，再加上本身村人头摊到的，这一锤子不仅把当时买股份的钱补回来，还能大赚一笔。哎啊，还是跟着阿浩走有肉吃啊！当时阿浩就提醒肯定有搞头，怎么就不知砸锅卖铁多买点呢？不是分了合适吗？爹，咱这是村集体共同经营产生的利润，这钱本来就属于全体村民公有，只要咱行的正站的值，没给自己多分，就没有一点问题。再说村子说发展也说了2年，实实在在的好处村民也没想到过，这次把钱一分，以后啊，村委说啥，村民们都会拥护。林浩就差说，这钱分下去，林安国就可以当土皇帝了。到那时，别说村民不会说村委的坏话，就是外人有说的，他们也能站出来跟对方干一架。大国，我觉得阿浩说的可行，咱要不把生产队长都叫过来开个会？林安国还是有些犹豫，关键这可是好几千万呢，分下去容易，万一到时让收上来，那可就难了。这样，我先去镇上请示一下，如果没问题，咱再开村委会。爹，你私下问一声孙镇长就行，你要是当着大家面问，孙镇长给你的回复肯定是模棱两可的。林安国想想也是，索性走出去打了个电话，这个电话打得有点久，足有半个小时，他才再度进屋。那就通知生产队长下午开会。村委的账上放太多的资金不是好事，索性分给村民。这个决定林浩并没多少私心，让全村人都乐呵乐呵。第二天，林浩刚起床没一会，老罗就跑到了家里。罗叔，有事？阿浩，我听村里在议论，说是要分钱。确实有这个想法，估计村里还在研究章程呢。他们说有几千万，我之前的3%跟村里分的冲突不？肯定是紧着你们之前的股份分了，然后再分集体平摊该得的，不冲突。老罗听完，心满意足的走了。没一会，林平跟阿和也跑来问：“你俩有啥好问的？差那么一点钱。”一句话把两人给对走了。林浩打算溜个弯，去村委看看情况，结果刚到小广场他就走不了了。阿浩来了！有人眼尖见到他喊了一声，原本在小广场三三两两议论的众人齐齐的围了过来。阿浩，听说村里要分钱，真的假的？生产队长开会说有几千万要分呢，啥时候分啊？阿浩是按口分还是按户分啊？哎呦，我家两小子结婚户口还没扒走，这算是1户还是3户啊？阿浩，我儿媳妇嫁过来，户口还没来得及迁，这该怎么算啊？阿浩，大肚婆是算1户还是2户啊？算1户就有点不公平了。问题五花八门，林浩听得一愣一愣的，有些问题别说他，估计村委都没想到过。各位，这是你们不该问我呀，要问村。生产队长说了，是你坚持要分的。阿浩，你可是干了一件大好事啊！对啊，阿浩，你说我们能分多少？林浩很无语，这个得村里算账，自己连全村多少人都不知道，哪知道每人能分多少？那个村里会出通知的，你们等着吧。好不容易挤开人群，他也不去村委了，估计那边也围着不少人呢，还是回家躲着吧。他想了想，干脆让阿和借好船到码头等他，两人一起出海钓鱼得了。哥，我们去哪？阿和摇响机器问道。去龙虾岛吧，那里有阴凉。哥，这天太热，要不我们带上潜水衣，说不准那边会有鲍鱼啥的，抠点回来吃。阿和提议道。林浩也觉得可行，好久没吃鲍鱼了，弄个几只回去给阿雪补补也不错。拿了几个氧气瓶和2套潜水衣，这才往龙虾岛的方向驶去。阿和，咱先到淡水岛转一圈。都卖给小日本了，还有啥好转的？哥，要我说，那帮小日本就不是好玩意。阿和多少能猜到一点，那帮人为啥要买那个岛？毕竟当时那箱子可是他跟着林浩一起去扔的。林浩没理他的牢骚，他只得转舵往淡水岛驶去。离岛还有2-3海里，就看到岛上搭起了一个很高的瞭望台，这会正有人坐在台子上。阿和，不要靠太近，转到东面。阿和应了一声，再度调舵，结果转到东面后，发现同样有一个瞭望台。看到他们的船后，原本坐在瞭望台上的人还站起了身。哥，这么严防死守的要干啥？哼，
怕有陌生人登岛，不小心撞坏他们的好事。林浩看了一眼手表，已经9点多了。阿和，回龙虾岛。阿和再度调整舵向。此刻淡水岛上，5条真三亲自坐镇，没一会便有人来汇报，说是有条小船在周边转了一圈，然后开走了。只要不靠过来，不必理会。5条真三此刻还是很平静的，虽说已经找了10多天，还没有宝藏的影子，但他也不急。要是自己藏的话，肯定也会很隐蔽，总不可能随便一个上岛的人都能发现。他的想法是，先在淡水岛上寻找，如果真的没有发现，那就扩散到周边的海域。反正此刻的他肯定，宝藏必然是在这附近的，只要在，那就肯定能找得到。不过让他有些惊异的是，听说林浩已经回来了，按说他会千方百计的阻挠才对，但这2天他连过来看一眼都没有，这倒是让他有些不解。5条军那个滑梯的底座已经撬开，但底下什么都没有。5条真三略一沉吟，林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我们不能按照之前的思路来找了，否则必然有被遗漏的地方。整个岛也不算大，从现在开始，从东往西一寸寸的找，我就不信还找不到。许清应了一声，转身欲走，想了想又停下脚步。5条军，请恕我直言，我们已经花了6个多亿 RMB， 若是找不到的话，难以向家族谢罪的。那依你来说该怎么办？5条真三不紧不慢地问道。许清双目阴狠之色尽显，抓住他，带到海上，逼问出宝藏的位置，然后直接推到海里。5条真三似乎并不惊讶他会说出如此极端的方式，不假思索地挥挥手，你去忙吧。许清顿足嘿了一声，这才迈步出去。林浩，你要保佑我在此处能找到宝藏，否则你的小命可就难保了。林浩跟阿和到了龙虾岛，没急着潜水，先绑钩开始钓鱼。哥，要是那个岛上他们啥也找不到会怎么样？虽然林浩没有明说，但阿和参与的多，猜也能猜得着的。不知道啊。哥，你说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？这帮人没人性的。林浩愕然，阿和能想到这，说明这段时间还真有些成长了。不怕，在咱的老窝还能让几个外来的耍起横来。其实他还有些其他更阴损的安排，这些就没必要告诉阿和了。没一会，林浩当先中鱼，运气还不错，是一尾狗鲨来着。晚上可以考虑来一道酸菜鱼，多放点辣椒。好久没吃辣了，现在的受辣程度好像也退化了不少。接着阿和又中了一尾黄鸡，你来我往的，钓了也有10多尾鱼。到了中午1点左右，底朝一点流都没有。林浩开始做饭，今天出来的急，也没带啥吃的，只能就地取材，一人煎1尾鱼来吃，一人1尾1斤多的黄翅。别说林浩，就是阿和也只感觉到了3分饱，刚好等一下要潜水，吃得太饱反而不好。穿好潜水的设备，2人相继的跳下水，这里中间的水深有30多米，常人是没办法潜到底的。好在贴近岛壁处较浅，也就10来米的样子。很快，林浩就发现了一个响螺，还在底部的一个缝隙中发现了几个触须。这里叫龙虾岛，自然是不缺龙虾的。就在他把响螺收了，正打算对付龙虾时，就见不远处的阿和像是出了什么事，猛地往水面窜去。他也不敢怠慢，跟着往上浮上水面，他就见阿和喘着粗气，一脸的惊恐之色。怎么了？哥，底下有阿飘，我的氧气给拔了。林浩这才注意到，阿和背后连接氧气瓶的软管真的被拔了。阿和稍喘了几口气，一个翻身上了船，躺在甲板上又喘了片刻，这才道：哥，底下有不干净的东西，你快点上来。要说鬼啥的，林浩是不信的，他更相信阿和的软管是被挂掉的。行啊，我看看到底什么情况，你在上面歇会。不等阿和回复，他又沉入水底，四处观察了一下，除了鸡尾小鱼，并无什么不妥。不以为意的他矮下身开始对付龙虾，刚好又看到礁石壁上有鲍鱼，心中大喜，看来今晚有鲍鱼吃了。正想着，突然感觉背后有动静，他猛地回头，然后一道黑影迅速的游走，动作非常快，但林浩还是看清了轮廓，看上去像是一只猫，但体型大于普通的猫，跟家里的16差不多。这下他还真好奇了，想了想，他再度矮身开始抓龙虾，将龙虾抓了后，他又开始撬鲍鱼。这片礁石壁上除了鲍鱼，还有非常多的海胆，他挑了10多个大的收了，打算带回去蒸蛋吃。他虽在忙碌，但余光一直注视着两边。过了大概有几分钟，那个黑影再度出现，缓缓地向他背后游来。对方很聪明，不仅知道如何避过他的身形，还知晓避开他的目光。这次林浩没有轻举妄动，一只手接着在挑海胆，另一只手缓缓地伸向身后。对方缓缓地靠了过来，真做到了悄无声息，然后就附在氧气瓶上，应该是在做手脚。林浩背在身后的手猛地发力，入手能感觉到对方是长毛的，他刚好抓住了对方的一只爪子。突然手臂传来一阵疼痛，他暗骂了一声，但依旧是没有松手，抓着他就往上游。就算手臂被抓伤，他也要看看是什么东西在搞鬼。林浩往上游，那家伙挣扎的也越发厉害。出了水面后，他还叫了起来，声音有点像小孩的哭声，又有点像羊叫。我操，哥，这是啥？林浩翻身上船，这才双手用力将他给控制住。
而对方的叫声越来越密。这一刻，他也看清了具体是啥东东，不禁惊呼：我去，我们这片海域怎么会有海獭？没错，这就是一只海獭。整个头部与他在四川阿旺老家看到的土拨鼠非常像，一身褐色的皮毛，两只小眼睛滴溜溜的转着，一看就是个调皮的。这是海獭，挺好玩的。刚刚就是他把我的氧气管子啊！阿和说着变上了手，撸了2把，感觉手感不错，又抓住他的一只爪子看了眼。哥，你看真有意思，它的爪子是不分叉的，跟鸭掌差不多。它大部分时间在水里，这样便于划水。林浩搓了一下胳膊，被他抓过的地方，不用说肯定是破皮了。他这一开口，原本躁动的海獭突然全身怔住了，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。听懂了是吧？听懂就老实点，别动。阿和压根不在意林浩说的是什么，他也是第一次见这玩意，觉得还蛮好玩的。特别是现在一动不动的，一双眼睛不时在两人身上扫过，萌萌的。咦，哥，他这个后腿好像有伤。看着阿和手指的方向，林浩伸手摸过去，发现这里应该被什么东西咬过，伤口已经愈合的差不多，但那块皮毛倒是缺失了，而且这只爪子明显的外翻。手顺着根部一摸，这才发现当时骨头也断了，现在可能快长好了，但已经偏移了。这玩意以前还挺值钱的，其皮毛有海龙皮的叫法，比貂皮还要好，算是所有皮毛中最贵重的一种。不过现在可不兴卖，国家已经明令禁止捕杀的保护废物。给你2个选择，一是我这样把你放了，第二把你的骨头重新接好，过程很疼的。林浩小声地说着。这畜生是不是特聪明，还知道拔我的氧气管？对于林浩和对方商量，阿和早已见多不怪了，胡子大壮他都见识过的。还好吧，比较激进。林浩随口回复着，他发现好像是在央求他帮着治疗伤势。哥，你说他为啥要攻击我们？阿和从活舱里拿出一尾小鱼，试图喂他。这玩意喜欢吃海胆，刚刚底下有海胆窝，估计是把我们当成抢食的了。林浩说着，手上用力将原本长歪的骨头再次捏断了。海獭疼的全身都在抖动，但他并没有其他多余的动作。别急，马上就好了。林浩摸着他断腿的地方，打开系统。随着幸运值的下降，海獭的眼睛也微眯了起来。确定幸运值不再下降，林浩这才松开手，在他的手头轻抚了一下。好了。他从旁边的网兜里掏出一个海胆，用东西砸开后放在了海獭的面前。对方像一只狗一样，先在林浩的手边蹭了蹭，然后才低头吃了起来。咦，他真吃海胆啊！阿和兴奋不已，说着便又撸了一把。海獭明显要咬阿和的手，被林浩给制止了。没事，你吃你的，等一下我们下去抠鲍鱼，你不准再调皮了。以后我经常过来，你可以找我玩，到时我再介绍几个朋友给你认识。对了，给你也起个名字吧，看你长得圆滚滚的，就叫小胖吧。海獭嘤嘤的叫了2声，与之前的发声不同，刚刚低沉，现在明显要更清脆些。哥，快看！阿和震惊的指着水面，林浩也吃惊不已。只见海面上浮起至少有10几只海獭，他知道这玩意是群居动物，没想到这里真的会有一群。站起身，对着他们道：“你们家人受伤已经治好了。”说着，便将小胖抱起，对着大部队示意了一番，又低头对小胖道：“好了，你也该回家了。”将小胖放入水中，就见他快速地游进族群，然后就是一阵嘤嘤的叫声，给同伴们解释着刚刚神奇的一幕。林浩笑了笑，本以为他们会散去，结果不一会，一只海獭咬着一只小海獭，小心地凑了过来，将小海獭叼到船上后，比小胖明显更大1圈的海獭对着他就是一番诉说。林浩勉强听懂了，这只小海獭生下来身子就弱，希望他帮忙给治治。将小海獭抱入手中，确实很虚弱，要不是生活在族群中，估计早就死了。利用给他捋毛的功夫，打开系统，利用幸运值给他修复，也就花费了100点幸运值。小家伙终于睁开了眼，看着他发出嘤嘤的叫声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去你妈妈身边吧。将小海獭放到甲板上，他又看了一眼林浩，这才爬入水中，自己游到了大海獭的面前。见他自己可以游动，大海獭高兴的嘤嘤直叫。林浩这才对着他们挥了挥手，都散去吧，以后小心点。这次族群很听话，缓缓地沉入水中。林浩跟阿和收拾一番，打算继续下去敲爆。